李渊亲眼看到隋炀帝亲征高句丽打败，隋炀帝越来越猜忌他。后来李渊就日夜酗酒纳贿，展现他的政治敏感。大业14年，杨广终于从人得人，他力排众议，先过黄河取关中，不到20天攻入长安，完整占领关中，史称晋阳起兵。这个家族命运在这个时刻改变。永熙李是李诗书传家，最早李浩博通经史，精通武艺，李家的力量就在凉州这一带强大。孙子以保全家通通在北魏当官，这个家族地位就到身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之下，李冲列为中原五姓，可以说是胡汉交融的典范，奠定大唐盛世基础。西魏李渊的祖父李虎被封为八柱国，李家开始成为关陇地区的核心。李渊的父亲李比如不行，朱家跟李家开始变成亲戚。北周王朝建立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从此唐国公是他们家最重要的爵位。所以李渊有一个非常好的起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户外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聊历史讲堂大任诗人系列啊。前阵子呢，我们刚把晋朝的开国给讲完了。那我们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国系列，从晋朝之后呢，我们要来补唐朝啊。唐朝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唐宗是谁呢？就是指唐太宗啊。但是呢，在唐太宗巨亮的光芒之下呢，其实很多开国皇帝也有各自的故事哦。那我们之前讲过隋文帝的故事，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啊唐朝的开国者唐高祖李渊的故事。李渊究竟因何而起？为何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的统一了整个中国？速度是非常的快。他的家族又是什么样来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啊，李唐皇室啊，他不是汉人啊，他可是鲜卑人，可是中亚来的，但他绝对不是汉人。这样的一个史观呢，还真不是无稽之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开启这个唐朝的开国故事呢，我们顺便来爬树一下李唐家族到底是如何崛起，什么样的一个家族？他真的不是汉人吗？到底李渊他那样风采是怎么来的？他真的比他儿子还不行吗？我们要好好来细说啊李渊的故事，唐朝的开国。那我们讲到历史，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今天来欢迎啊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唐朝啊，大家很关注的时代啊。离开晋朝之后呢，大家一直在敲碗。我知道开国故事，其实大一统王朝晋之后就是隋嘛，隋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讲唐吧。可以说中国史上啊，大概就是汉朝、唐朝、明朝、清朝，一般被认为时间又长又久的大一统王朝啊，这4个朝代是不能忽略。可是很奇怪的是，这4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啊，一般来说啊，最被早看见的有2位，一个就是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另外一位呢是清朝的开国君主清世祖顺治皇帝。可是顺治皇帝毕竟电视剧很爱演啊，又有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所以我觉得存在感最低的大概就是李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好好聊一下李渊的一个部分啊。需要你觉得李渊真的是被看不起的一个皇帝吗？好，如果我们今天抓任何一个海峡两岸任何人来问说唐朝的开国君主是谁，我敢说有2/3会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也不怪一般人啊，因为他的儿子太闪亮了。其实真正的开国君主是唐高祖李渊。过去也有一些史家形容他是一个很平凡，只是荣华富贵的一个贵族，再加上他生了几个好儿子，最后帮他打了天下，好像他这一辈子就无灾无难到帝王。可是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检视一下。我们先讲一下唐朝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胡汉交融的朝代，尤其是最近大概这40-50年，随着内亚史观的兴起。什么是内亚史观？内亚史观现在被部分的日本跟欧洲的学者，还有一些台湾学者，在最近这几十年都奉为圭臬。简单说就是它颠覆了过去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这样的历史的论述方式，变成说以北亚的或者说中亚的游牧民族为本，把中国尤其是华北一带纳入到整个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系统当中。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就可以把过去来对唐朝的一些认同或一些观念有效的解释了。如果按照内亚史观的说法的话，唐朝的历史属于所谓的中国的鲜卑时代，很多日本学者都采取这个名词。一般他们认为说中国鲜卑时代起源于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慕容氏跟拓跋氏，后来拓跋氏完全统一了整个北方嘛，对，包括中国西北建立了历史上所谓的北魏王朝。从此之后一直到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中国北方的士族或者说整个统治的贵族阶层都有非常浓厚的鲜卑的血统。所以按照日本学者用这一套内亚史观标准来检视的话，就是整个中国北方都是鲜卑人在统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各位知道吗？要到赵匡
匡义，北宋时代中国的鲜卑王朝才结束。各位这样算非常久，600年的时间。我来回应一下大家希望提出的内亚史观这个部分啊。首先呢，内亚史观要跟崖山之后吴中华放在一起讲，都是日本人提出。其实这个是日本近代以来在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去东亚中华中心化。意思就是说，中华文化其实并不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核心。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上古秦皇汉武的那个中国人。其实它的脉络是这样，不过就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内亚史观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它是把华北平原视为草原的一部分。可是这种说法到了元朝是彻底被打脸了。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元朝的时候，曾经一度有蒙古族的大臣跟元世祖说那干脆呢把华北的汉人都杀掉，变我们的游牧草场。可是为什么没有执行？执行不了啊！这个地方就不是草场，这个地方如果你放着它下雨，它就变森林了。所以这个内亚史观，我个人是不太同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整个中国的北方的王朝，在这样的一个胡汉交融的氛围下的最高峰就是唐朝，而这个最高峰的缔造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最伟大的大唐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渊啊。而且我们今天会从李渊的祖先讲起。很多人说李唐王室不是陇西李氏的后代，可是你从他们身上所带有对于饱读诗书的需求你就会了解到这个家族非同一般，绝对不是一般的鲜卑家族。如果真要这样讲话，我怀疑隋朝的杨家可能比他们还要再野路子一点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摊开讨论。那像李唐王室陇西李氏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呢？老子在唐朝的时候被唐太宗封为玄天太上皇帝，也就是说李家是非常的相信自己就是老子的后代。但我们知道老子后来被道教给神化了，所以李家这种说法等于自己是神仙的后代的说法，等于是一种认同上的神话的创造啦，这我们不奇怪。好，我们想一下陇西李氏。陇西李氏基本上是崛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之后，他就成为北方显赫的望族之一。因为唐朝的皇族是属于陇西李氏，所以非常的受到推崇。当时唐朝的姓氏谱说李氏凡13望，以陇西为第一。到了南宋郑桥写通志的时候，也是说言李者称陇西，也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姓李的人都说自己是陇西。因为我们知道到了隋唐之后，陇西李这一支就变得特别的显贵其实陇西李氏的由来就很多不同说法了，比如说在吴敬所写的《贞观政要》里面，就用另外一个说法说陇西李氏是来自于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李牧，所以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基本上到了大概北魏之后，他们家的家世或者说这一族的家谱就非常的清楚了。那陇西李氏先祖最早的曾经在晋朝的时候就当官了，比如说当时晋朝的李邕的儿子叫李柔，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担任过很多不同地区的太守，基本上这个时候可以算是到了一个终极的氏族2000代，再传一代是李衍。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西晋永嘉之乱的时候，整个中原地区就分崩离析了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氏族是往2个方向在撤退，一个是跟着当时陈留谢氏跟琅琊王氏往南渡，所谓的南渡衣冠就是这样来的。另外一支往哪边走，各位知道吗？只是在《资治通鉴》也好，或者是在南史北史都有记载，主要就是往凉州走。各位一定觉得奇怪，怎么往沙漠跑，对不对？你说往南方跑，我们还可以，各位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各位，唐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古凉州甲天下”当时整个凉州跟我们今天看到以沙漠为主的甘肃是完全不一样。当时整个凉州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条黄金走廊，农业发达，而且又可以直通到西域各地，所以商务贸易也非常的畅旺。这也让凉州那边兴起了好几个不同的政权，跟中原地区呈现一种对抗的状态。当时有一个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就在张轨的幕下担任武卫将军。等到局势稍微安定一点之后，他也被前凉政权封为安氏亭侯。他们家开始有贵族身份，他们家基本上从前几代开始就是以诗书传家。简单说，他们家是靠读书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身份，在当时的中原朝廷当中任职后来到了李昶这一代，很小的时候就以诗书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认同。不过这李昶据说很小就去世了，不过他已经结婚有下一代他的下一代就非常有名。后来的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浩，据说李浩是他的遗父子。那李浩自幼也是以好读书为美名。各位讲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李家连续几代都是以诗书传家？可是他们又都担任武职那个时候没办法，天下动乱无论如何你都要有带兵打仗的能力，否则你很难生存下来嘛。据说李浩除了博通经史之外，他还留下不少的文学著作，像怀素赋大九荣赋、赋新事累等等这些，甚至今还有一篇所谓的数字赋传世
另外他也精通武艺，据说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研究孙子兵法，所以当时他就有许多的部曲跟义从靠近到他身边，所以这李家的力量就在凉州这一带逐渐的聚集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我想啊，这里有一个背景要跟大家补充哈。虽然李浩的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他是个遗腹子，不过李家这个时候已经在西凉有相当的势力。据目前的史书有限的线索记载就像刚才学长讲的，因为在中古时期是属于一个大湿暖期就整个地球的温度是上升的。那温度上升有个好处就是呢，水汽可以深入到内地其实这也是内亚史观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为什么鲜卑文化会繁盛起来？所以鲜卑的强盛其实跟整个内亚的湿润是有关系的，而凉州更是湿润中的湿润。为什么？因为凉州到今天你看它主要是仰仗是祁连山的冰天雪水下来，可是呢，在这个时期良田千里，沃野千里号称谷仓各位。对，所以李浩家族，我在想他们应该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就举家迁过来，他们可能一开始是来这里当官的啦，但是呢，随着时间久，再加上天下大乱，就把剩下的家人通通都迁过来。所以李浩为什么有那么多部曲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家族在这边是相当有势力的那你也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能力应该是不错，所以他可以举足以他为领导嘛。那什么时候李浩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呢？这个时候要到了后梁因为呢，在吴16国的时候，梁这边政权是分地混乱不堪不过大概有几个比较重要，前梁跟后梁算凉州的统一政权那后梁呢，一开始叫做段业他本来是当地的一个太守他就自立为凉州牧拜李浩校古令。后来呢，就以李浩守敦煌。那也有一说是说李浩当时就已经是敦煌太守了，所以就地封李浩为敦煌太守。李浩就以敦煌为基地后来就建立了五胡16国名列其中的西凉这个国家那也是五胡16国号称最西边的国家，因为他已经到甘肃、新疆这一块了嘛。因为他割据一方，所以基本上避祸中原比较远他主要的对手是谁呢？是另外一边的割据王朝，也是后梁瓦解之后的北凉政权两边的激烈冲突李浩在世的时候，他还可以抵抗北凉，但是李浩过世之后，他的2个儿子一个叫李欣，一个叫李寻相继接位，都战死在北凉的进攻之下，所以最后他们就等于国灭，但是家族没有灭亡。可是他们家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原基本上北魏已经统一天下了，所以呢，他就举族迁入北魏的首都后来的洛阳去任官你知道北魏很长一段时间在平城嘛，但南迁之后他就需要很多士人，那这个也给了其实本身是汉人氏族的李家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北魏要搞汉化，一定要很多汉人氏族来出任嘛。那这个家族以前是乱臣贼子各位，这个也很有意思。如果是一般的中原汉人王朝，大概率不太会给他们家太多机会。但是毕竟北魏是鲜卑人那他们想汉化了他需要这一些优秀家族的支持。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时候家风就很重要，他们家文武全才武能打仗，文呢饱读诗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给西凉一个历史意义了西凉对于李家，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意义就他竟然敢割据建国可是他又奉东晋为正朔，后来奉魏为正朔，这是政治表态这很重要。是，也就是说他退可据守一方，晋呢我也勇于服从中原王朝。我认为他们家的政治智慧是很高的，这种政治智慧后来也展现在李唐在处理很多问题的上面。另外呢，这也给他们历史舞台的一个铺垫在未来到他的后代李渊的时候，为什么敢于称帝建国？我想一定有这样先祖的一些影响你想你的先祖曾经了不起，聚在一方当国王，那你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进入到了北魏之后，到了李浩的孙子叫李宝，全家都到了北魏任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6个小孩除了1个早死之外呢，其他5个通通在北魏当官，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在中央任职这也让他们家族正式的就跻身到了所谓京官你可以说在李宝之前呢，基本上李唐这个家系都是在边区任官，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正式到了中央，变成中央级的官员。那整个家族的地位就不一样了他就从地方层级就抬升上去。你看司马家，他们也是到了中央去任官之后，他们才从2000担据守之家就往上跃升嘛。这个跃升是一个很明显的那这个时候，整个陇西李氏也随着李唐家族的发展更加的壮大。像这时候陇西李氏在进入南北朝时期了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陇西李氏到了北魏的中后期之后，他的地位可以说是高速提升。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嘛。在北魏孝文帝
的汉化政策之下，除了把首都迁到洛阳之外，他也要大量拉拢中原地区的士族跟主张要汉化的鲜卑人相互合作。所以当时李宝的第6个儿子李冲当到尚书仆射，各位请注意哦，尚书仆射用今天的话讲，相当于总统府秘书长。可见你看皇帝多倚重他啊！在李冲积极的主持跟谋划之下，特意的划分出所谓的中原四姓，后来又把他们家李氏加进，就所谓中原5姓。各位，中原4姓或者说中原5姓，后来一直延续到整个隋唐时期，都是非常重要的5大家族，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还有荥阳郑氏。在这中原5大姓的这种组合成分之下，基本上就是表明整个洛阳朝廷执政权基本上要逐渐的从胡人的手中转换到这些汉人士族的手中。根据北魏时期李宝的孙女李辉仪的墓志铭里面就开始称陇西李氏是李广的弟弟李蔡的后代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吴敬所写的《贞观政要》里面就谈到，他们李家的老祖宗是所谓赵国的名将李牧，李广就是李牧的后代，这是可以确定的那赵国的名将李牧这一支李氏就是后来的赵郡李氏。后来根据这条线索，晚近的史学家像大家非常敬重的陈寅恪先生他们就认为说李家可能是赵郡李氏的后代，而并不是陇西李氏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后来中原战乱那他们家就流落到凉州地区，就开始跟陇西李氏攀上关系，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我的看法是这样，当时流落到凉州地区的中原人士非常多，可能当地的郡望也有重组的迹象，有可能这一些漂流到凉州的所有姓李的，最后都归于陇西李氏之下，因为陇西李氏还很完整嘛。其他的地方都2266，基于汉人要团结对抗胡族，否则就有生存上的问题，所以都归于陇西李氏之下。这个说法应该是最有可能的所以讲到这边，各位就可以知道，他们家到了北魏的时候，已经被列为所谓的中原5姓之一。这也难怪也是一样，近代的史学家前台大教授傅乐成先生，在他的《汉唐史论集》以及他的《中国通史》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他认为李唐家系是胡汉交融下的精华，那李世民就是胡汉交融下的一个怪杰，他们家基本上可以说是胡汉交融的一个典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很成功的把鲜卑贵族跟中原的士族做了一番很重要的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是后来奠定整个大唐盛世开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补充几个，第一个大家可以了解中原原本的4姓这是超显赫不得了的对，这些从东汉以来就很显，没错，这些家族是从两汉以来就是非常显赫的家族这些家族有一部分到了南边去的时候，也变成南方侨姓氏族的侨首嘛。可是你陇西李啥哪来的虽然当时河西走廊是很富庶没错，但你总是远离中原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再次呈现出陇西李是他们这个家族的政治智慧。李冲在借着他有非常大的权力的时候，想尽办法透过联谊各种政治手段操作关系，类似后来清朝的抬旗，就把自己从一般士族抬上了5大士族。大家不要忘了，魏晋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都是一个士族门阀非常严密的时代，甚至有些史学家的观点是，这种士族门阀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相当于类似印度的种姓了，只是没有宗教上的支持而已。确实因为如果高门第嫁低门第的话，会被打下去很严重的事情对，不行的。抬旗的工作非常重要，完全奠定了陇西李氏的基础。但我认为，为什么当时4大门第会认可陇西李氏？除了政治上的操作之外，就我们刚才讲到了家风甚好。对，他们家的家风，一个叫孝悌，另外一个饱读诗书，所以这2个点大家要很清楚了。扎剌家族传到了这里，还不代表他真正的崛起，只是说他有一个比较好的铺垫的基础。他距离接下来真正的崛起还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六镇之乱之后整个天下就大乱，形成了好几个军事集团，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据守在以关中为主的宇文泰集团，另外一个是以华北平原为主的高欢集团这2大集团各自并吞了彼此区域内的小集团之后，彼此火拼最后就以今天虎牢关、太行山大概这一带为界就形成了历史上所称的东魏、西魏。那这个分裂当中西魏呢有8大功臣号称8柱国。像这个西魏8柱国是在宇文泰割据关中之后，拥立了北魏皇室元宝炬也就是后来西魏文帝为帝之后正式建立的嘛。那这个8柱国呢有哪8位，又有什么样的意涵跟李唐王室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呢？好，8柱国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陈寅恪先生所称的关中本位制的开始。各位，关中本位制是隋唐王朝的灵魂。请注意一件
件事哦，中原五大姓有李氏，对不对？我们看看关陇集团中的八柱国有哪8个哦？第一个包括宇文泰，他是后来的北周王朝的始祖了。他虽然没有正式称帝，但是整个北周王朝的基础是在他手上奠定。那宇文氏鲜卑族到了后来是最强大的一支哦。另外袁兴这个袁家就是早期的拓跋家了，也是北魏皇族，但是他们家血脉稍微远一点。另外就是李泌是所谓的赵郡李氏啊。我们知道赵郡李氏到了后来跟陇西李氏可以说相互合作，然后彼此间越来越融合。另外独孤信他们家女儿一个比一个厉害，人家是说国民岳父了，他不是，他是皇帝岳父。他们家的女儿就是嫁到各个家族去，然后后来出了一大堆皇后，最有名的就是独孤伽罗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女性啊。独孤信当时她被封为河内郡公。另外南阳市啊，赵贵所代表的就是当时河南地区哦，包括南阳、颍川这一带的老氏族。另外于景是常山郡，常山是河北。还有第7位的李虎当时被封为陇西郡开国公哦，李虎就是李冲的后人。李家开始成为关陇地区的核心，就从这一位李虎开始啊。另外就是侯莫陈宠这一支后来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洛阳。到了唐代之后，侯莫陈这一支家族有些就直接改汉姓为陈，后来洛阳陈氏就是早期从侯莫陈这个家族过来，他们家被封为彭城郡公啊。根据日本西岛定生这些学者他们的考证，他们认为李虎当时是名列8柱国中的第7位啊。那根据周书的记载，这周书指的是北周啦，李虎是仅次于宇文泰居第2位，但是我们知道北周书是唐代编的嘛，所以有可能是把他们家往上抬了一下哦。根据杜佑的《通典》里面记载，他是仅次于宇文泰跟袁兴，排第3位。那《通典》也是唐代编的嘛，所以把它抬到第3位哦。那《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仅次于宇文泰、袁兴、李泌为第4位哈。反正无论如何，他们家的位置是有一些浮动。我是这样看，八柱国的排名不是一定的，是有所升降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排名是如何，并不代表它后面逐渐浮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补充一下日本学者的考究的方式啊，好，它主要是从初封的时候它的官衔哦，因为表面上看起来都封郡公嘛，那郡国公这个层级是8个通用，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几个有趣的地方？柱国大将军每个人都有，可是呢，在后面所点缀的，比如说宇文泰是柱国大将军，录尚书是大行台，封太师，然后袁熙是太傅，李泌是太保，可是到了李虎只有少师啊。然后呢，侯莫陈宠只有少傅，这个是根据汉朝以来的官制排列的，因为这个都是荣衔，各位相当于军阶跟军衔的差异啊。我也蛮认同，我认为李虎一开始排第7是对的，因为从各个方向来看的话，确实前面排行的都比他还显赫一点。比如说李泌的表现就是非常的抢眼啊，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报告。还有我补充哦，请注意，八柱国没有普六卢氏，就杨坚他们家族连八柱国都没有排，所以这个时候李家的地位是比杨家还要高的。那位列八柱国的李虎，他是李冲的后代没错，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位列八柱国呢？李虎其实已经是李渊的祖父了所以我们已经接近到了李渊本身李虎这里有几个有趣的点第一个，在史书里面李虎竟然没有传，这也导致后世很多人认为说，不对啊，李家里是不是也是掰的我觉得以史观可以用了但是要好好考证一下那为什么史书没传呢？学长，主要还是在于中国传统史书的笔法的关系。在我们后世来看，李虎可以说是李唐王室声望开始达到巅峰的一位人物那李虎他早年的时候跟着宇文泰进行了一场决定北方命运的战役，历史上称作叫沙苑之战，击败了当时东魏的高欢。各位请注意虽然说最后获得胜利统一北方的是北周，那沙苑之战的时候，这一场战役是以寡击众，西魏获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从此之后北方才2分那这场战役打了胜仗之后，李虎居功厥伟回到长安之后，当时的东魏的俘虏赵清阙甚至于还趁机在长安又发动了一场叛乱李虎跟当时的太尉王猛、仆射周惠达辅佐皇太子，据守渭北，最后终于平定了叛乱。所以他等于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为西魏王朝连立2功。如果这2战任何一战失败，西魏王朝就结束了，也就没有后来的北周了后来在548年的时候，李虎被任命为右军大都督、少师，之后又被封为所谓的八柱国。八柱国我们各位听这个名字很威，其实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关中的8个核心的贵族家族后来在554年的时候，他被赐姓鲜卑，姓氏大邑，
所以我们今天看有些书上称李虎叫大野虎。李虎再往下一代，李渊的父亲，李虎的第三子李炳，李炳就有传哦，非常清楚哦。正史上称哦，李炳性情至孝，生辰有4量。据说他7、8岁的时候，宇文泰就很喜欢他，当时宇文泰就曾经许诺他将来要把宇文家的女儿嫁给他，虽然没有做到啦，不过他们家后来娶到了独孤信家的女儿。各位请注意哦，他娶的这个独孤信的女儿跟杨家通婚的独孤家族是系出同门，所以杨家跟李家开始变成亲戚，就从李炳这一代开始啊。他16岁的时候就被封为汝阳县伯，10亿500户，不到20岁就出任辅军大将军、大都督啊，后来又通直陕冀常侍啊，转任车骑大将军，袭封陇西公，然后又转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宰相，他才20几岁，而且侍中这个职位很重要，侍中是沟通内朝外朝，相当于掌握了对皇帝讲话的一个中枢啊，基本上就是拿他们家来跟中原各姓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沟通的渠道了。后来北周王朝建立之后，追封李虎为唐国公。各位，唐这个国号就从这时候开始。在保定4年，西元564年的时候，李炳也袭封了唐国公，从此之后唐国公就变成他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爵位了。另外还有一点根据史书记载，李家有一点跟其他的8柱国家族有一点非常大不同。我们知道西魏的贵族主要是以军功起家，唯独他们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外，他们家非常重视教育，而且他们家始终坚持从小开始教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所以历史上常常称赞从李炳这一代，甚至往上数几代开始李家就是文武全才各位，你不要认为说这好像没有什么，家里有钱就请人来读书，不是这样的。在北魏王朝时期，其实武功是你家风能否兴盛的一个关键，家能够始终坚持这一点非常可贵。我们可以跟谁做对比，就是跟杨家做对比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从李虎的崛起到李炳的联姻通婚，李家的权势基本上就已经无可动摇，成为陇西地区是除了宇文家之外最为显赫的一个家族那李炳的下一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翁李渊的登场，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家世讲清楚，否则的话，这一位贵族出身的开国皇帝为什么会有这么显赫的声望，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了OK， 对，家系讲清楚，你就不会觉得是无病无痛治皇帝他们家族的崛起，这是4代努力你可以讲这个4代的努力比司马家还夸张司马家3代4人就达成，他们家得从西凉这样一路认真奋斗下来，中间你看几经转折嘛，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当然这是后见之明，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家要那么高的声望开国，如果没有中间这一些的抬升的运动，他们充其量不就是边关可能会被胡化的一个小小的汉人家族，可是他们家的家风核心对文武全才的打造是从来没有落下的其实这里对比隋朝的杨家，你可以发现隋朝杨家是号称北周12大将军有人考证12大将军应该大概是杨坚自抬身价用的，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大将军，但是应该没有像8柱国这样子很明确的是一个团体式的那12大将军呢都是军功出身，那杨家呢不学无术的程度大家也知道，隋文帝虽然开创了一个开皇治世，可是问题隋文帝家风不重视儿子教的一塌糊涂废太子杨勇本身就很不行大家也知道杨勇就整天酒色爱喝酒大吃肉打猎，然后爱女人，对，被他妈妈给鄙视挥霍无度，所以后来呢给了一个装乖的隋炀帝机会嘛，但隋炀帝的杨广更厉害，他也不是说暴，他是更好大喜功嘛，那对于文化建设真的是付出如缺你今天当然都可以帮炀帝翻案，但有一点绝对翻案不了，就是他真的对文化不重视，没有修任何一本史书，隋朝不短对，39年呢，一本都没修。可是你看李唐王室建国稳定之后就开始修史书，疯狂修。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这么完整的历史，那还是李家真的很重视史学教育，明显的家学不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李家有2种2元身份，他既是一个强大的陇西李氏，属于传统汉人氏族以经学治家的一个核心，但你又可以看到他具有强大边关的色彩，甚至后来跟胡人跟鲜卑人通婚，变成8柱国之一，他是所谓的军工集团。所以2元性质在李家身上就呈现出来，所以说胡汉融合的怪杰还真不是乱讲的，你打仗又能读书，所以刚好所谓的李唐家族尤其是到了李渊这一代的时候，他是鲜卑的关陇集团8柱国跟中原的氏族集团的交界点，他是完全站在核心，再加上他又透过姻亲关系把整个网络全部串起来，所以到了李渊呢，他就有一个
个非常好的起步哦。李渊是在566年就出生，他是李炳的嫡子没有错，可是李炳天不甲年，李炳在572年就过世了，566年生，572年就过世，6岁就袭爵位啊，所以孤子继位啊，又再一次哦。那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光发热呢？当然就要到隋朝的时候，因为毕竟他很年幼嘛，哈。学长，到了隋朝，李渊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他怎么样登陆这个官场的？基本上，李渊就是一个天生富贵的一个贵族公子。如果我们从李虎算起的话，就标准的富3代。这跟谁很像？跟司马炎，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讲到标准的富3代。不过这个富3代跟司马炎有一点不一样。司马炎登基即位之后，开始做统一天下的工作。李渊到这个时候为止，他还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开创一个新的王朝。李渊他出生之后没有几年，隋文帝就篡位成功，就建立历史上的隋朝。当时的李渊继续担任唐国公的身份，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大兴层面。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据说隋文帝跟独孤皇后都很喜欢李渊。据说李渊相貌堂堂，而且温文儒雅，出口成章。当时李渊他们家在长安的声望就非常高，后来也被派到地方上当官。他担任过谯州、陇西、齐州3州的刺史，后来还当过荥阳太守。各位，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他在陇州跟齐州，陇州跟齐州就在今天的甘肃跟陕西，那荥阳在河南。所以基本上他为官的地方还是在过去中原北周王朝的一个核心地区，这几个地方都是战略要地。所以基本上在隋文帝时代，李渊他虽然也有一些为官的机会，但这个时候大致上来讲天下太平，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他这一生的命运发生改变是从隋炀帝时代开始。算起来，如果我们以血缘来讲的话，李渊跟隋炀帝是表兄弟。604年的时候，隋文帝杨坚驾崩，就在同一年，李渊被调任叫做楼烦太守。楼烦在哪里？就在今天的陕西的北部。在隋炀帝大业元年的时候，被迁殿内少监，他就又回中书为官哦。大业2年又被派为郑州刺史啊。各位请注意哦，郑州这时候蛮重要的，除了它是中原地区之外，也是当时运河所经之地。所以我们知道，从隋炀帝开始大修运河嘛，所以这时候他到了这边，也等于是有一种负责要完成一部分帝国的建设工程这样一个使命啊。他在郑州待了蛮久，从大业2年待到大业9年，整整待了差不多7年。在大业9年的时候啊，他又被派回中央政府，担任卫尉少卿。卫尉少卿相当于是今天的宫廷侍卫长。也就在这一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啊，整个中国灾难的起点。我们知道历史上隋炀帝3征高句丽，损兵120万，而且没有任何攻击，死伤惨重，把整个隋帝国打到破产了。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补给又很重要，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人。李渊就很适合，一方面他是皇帝的表兄啊，二方面他又是贵族集团的一员啊。他就在怀远镇，今天的辽宁朝阳附近。各位请注意，这代表李渊跟着隋炀帝到了辽东，对，就在朝阳这附近负责监督全国各地从水陆两郡运补工作啊。我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当时北方运河的终点在涿郡，涿郡就离今天的北京不远，就在涿郡这个地方，所有的物资下船就在这里水运转陆运，放在牛车跟马车上面，再拉出锦州这一带，今天的燕山往辽东方向走。各位，这大概还有700-800公里远，这个很辛苦啊，到达前线。虽然说历史上记载没有很多，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是亲眼看到隋炀帝在这里大败。但在这里大败的结果，后来有许多人都受到了隋炀帝的处分。那李渊他虽然是异姓，但是他因为以表亲的身份，所以跟隋朝的宗室关系比较密切，他没有受到处分。不过他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是隋炀帝也越来越猜忌他，因为这个时候开始有4个字在他身上出现：朝野归心。但大家对宽宏大量的他比对隋炀帝更为爱戴。这件事让隋炀帝杨广不太高兴，后来李渊就开始用一种方法来隐藏他自己。我们知道杨广到了晚期是杀人不眨眼的，非常可怕的哈。李渊如果让杨广不爽的话，照样会被杀。他当时就日夜酗酒纳贿，历史上称作自污啊。简单讲，装疯卖傻。你看，我跟大家一样，我都是一个烂货，展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度。据说就因此让隋炀帝又继续看不起他了。我这个表哥也不过如此嘛。因为当时的这些贵族们，通通都是一个烂样嘛。对对，我很烂，我表哥也很烂。果然过了2年之后，大业10年，全天下都大乱了。在大业11年的时候，李渊被派为山西河东郡抚慰大使啊。
大业12年616年的时候被升为右校尉将军哈。大业13年正式迁太原郡留守。各位请注意哈，留守这个官职是在魏晋南北朝后期一直到隋唐初期出现的。留守我们用明清时代的概念，就相当于今天山西这一带的总督。各位请注意，山西很重要，因为山西主控太行山脉，太行山脉就是华北平原跟黄土高原的一个分界点。那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啊，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当时整个山东、河南乱成一团了，山西这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就成为关中地区中原帝国的心脏地带，进入到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孔道啊。所以派这一位贵族在这里据守。不过到大业13年的时候，即使傻瓜也知道一件事，我们知道隔年大业14年，杨广就在江都被杀，大家就退则自保，进则创业，对不对？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哈。据说他一派到山西这边来，就很受到山西百姓跟地方豪族的欢迎，因为他过去的名声还不错，大家认为他就是一个宽宏大量、豁达大度的贵族。他过去在辽东当主要负责后勤方面的司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都能够秉公处事，而且爱惜士卒。所以当时虽然说在辽东隋军大败，但是李渊的声望倒是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果然在大业14年，杨广终于求仁得仁啊！隋炀帝一死，就代表一件事啊，各位，天下无主了，对不对啊？开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出现了，就是对镇守在山西，当时叫太原，又称晋阳，这里的李渊来讲，他就有一个抉择啦。他到底是要在这边做官，天下大势已定，还是他自己要有所举动，就要看他的决定了。到了大业14年，天下大乱啊，隋炀帝被弑杀，那问题就呈现在李渊面前了。他是唯一保境安民，各位，他大业11年啊，就已经到了太原这个地方来了，代表说这时候他是天下群雄里面呢基地最稳固，整个境内呢最安定，还有因为当时天下大乱，一大堆的士人偷偷跑到太原、山西来避难了，还有形势特优，为什么？因为山西自古以来啊，它有一个优势，易守难攻啊，他去哪都方便，但人家打他都不方便啊，因为你要打他，东边从华北平原上来，你要先过太行山啊，但太行山的隘口当时就这么几个嘛，那要从西边打过来，你得先渡过黄河啊，南边呢又有中条山、黄河等等，就反正这个地方基本你是很难来突破，所以李渊就掌握了在战略形势上的主动权。但我觉得李渊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啊，看他前阵子装疯卖傻，其实啊，当时有一些说法啊，说李渊这个皇亲国戚整天招妓收贿啊、喝酒啊，整天搞得这样子啊，一副废人的样子，那他行吗？好，你别说，他也真行。其实一度隋炀帝有猜忌过他，但整体来讲就把他顶过去，因为隋炀帝那时候也管不到他了啦，尾大不掉了啊。那对李渊来讲，还有几个目标嘛。第一个，秦王救驾，如果说他要东出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当时曾评估形势啊，召开了家族的内部会议啊，里面呢各方说法都有。但是各位请注意哦，很多人都把这件事归纳为唐太宗的功劳哦，但是其实不是，是李渊强力主导，先取关中才图天下。是啊，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心思啊，李渊作为皇帝的表亲，理该秦王匡扶天下，天下若无周公，则你应该当周公而出啊！你怎么会变成你想取天下呢？对不对？我的看法是这样，他在辽东的时候亲眼目睹到隋炀帝杨广的暴虐，他知道这个王朝已经失去天下的民心。因为还有一点，当时群雄都在打洛阳，对，洛阳那边打成一锅粥，对不对？什么李密啦、王世充啊、刘黑闼啊，因为洛阳有大量的存粮嘛。打下洛阳之后，感觉好像要取天下。各位，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李渊要是也去打洛阳，我看他也会搅到这一锅粥里面去。他非常的符合战略上的一个观点，叫填补空白地带。关中大家都忘掉了，各位，天下大乱没有乱到关中，所以关中基本上没事，长安还是完整的。当时大家都说要打洛阳，他力排众议啊，他马上就看到我们先过黄河取关中。但是他过黄河取关中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当时在关中、山西这一带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势力啦，包括我们历史上看得上薛举啦、宋金刚啦这些人，所以他取关中有可能从背后被遭到这些地方上其他的起兵势力从后面偷袭啊，这是需要相当大颗心脏，对不对？不过还好，他几个儿子都很认真的执行他的战术，包括李世民、李建成等人，兵贵神速，过了黄河之后，短短不到20天就攻入了长安。各位，古代20天非常快了，你要走山路、黄土高原，对不对？攻入长安之后很顺利，兵不血刃，各位。完整占领关中，这个可以说是在古代来讲也算是一个禁军上的一个是奇迹哦，不费一兵一卒拿下首都，史称晋阳起兵啊，这个是他的战略上的一个极大的优点，非常漂亮。
这个李渊表现的太好。如果没有晋阳起兵那么顺利哦，我敢打包票，唐朝不可能那么短期之内把天下给荡平哦。但是关于李渊怎么荡平天下，李世民又怎么发挥，李建成跟李世民怎么相互斗争，他作为一个老爸，为什么最后变成太上皇的故事呢？我们只能下一期再跟大家讲啊。但我们今天要做个结论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李渊他这个气度哪来的？我觉得除了他亲眼目睹之外，就是他的先祖辈嘛，像李浩雄居一方啊，那我为什么不能雄居一方呢？我有这么精彩的历史，我是胡汉家族，我都有人，而且我又是皇亲国戚，大家还记得吗？带着高贵血统开国，可是呢，同样是富三代，司马炎呢一下子就丧失了斗志，统一个天下拖拖拉拉，统了好久。李渊不是啊，李渊是兵贵神速，做什么事情雷厉风行啊。这一点哦，其实他也完美遗传到他的儿子啊李世民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家族的家风是这样子的哦，是的，果决勇敢，而且呢文武全才嘛，战略观极好，所以人家说有大家气度，落落大方啊。我想这个气度绝对不是在李世民身上，只是李世民实在太出彩了，所以呢完全掩盖了李渊的风采。你从这样子一路看下来，我认为李渊绝对不是我们在传统上以为的没有作用。还有一个点就是李渊他是带着整个家族世代积累的资产，所以你说他是贵族开国没错，但是他们也是靠着家族代代的努力，一步一步的爬上了所谓贵族的身份。你可以这么说啊，贵族的身份只是李渊的创业的基础，但不代表贵族的身份是他唾手可得的，而是他们家世世代代的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积累而来的哈。所以身份尊贵，运气爆棚，刚好遇到一个疯狂的隋炀帝，然后正确的战略观哦，还有被猜忌，差一点被杀，高度的政治智慧，所以使他可以凝聚人心。还有一个呢，源远流长的家风不错，让整个家族的命运啊，在这个时刻啊，得到了最大的一个改变，那也给李世民奠下极为良好的基础了。那至于到底李渊怎么样统一天下，怎么样收拢人心的故事，我们知道下一讲再跟大家分享的话，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细节呢，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专属里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为了做这一讲耗血耗力啊哈，我想老师最清楚了，我花了很大的心力在整理这些东西哦。我看全网从来没有人很仔细的去把李渊跟他的家族的故事好好的去讲，你看我们竟然可以从李浩开始讲起，你就知道有没有认真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会员，看到我们完整的故事线啊。另外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更重要的是呢，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表达你的想法，也给我们增添粮草。也可以线下的赞助啊，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呢，辛苦学长了哈。那我们这一讲啊，就聊到这里。那至于李渊的故事，不要走开，记得下一讲一定要回来哦。那我们就下一讲继续再聊啦。再次谢谢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拜拜。拜拜。